军队的问题，其实希特勒早就已经开始布局了。他一直以来都对军方毕恭毕敬、极力拉拢，还多次公开强调，他要使国家再次强大，是离不开国防军的帮助。在他当上总理的第2天，就和众多的军方大佬展开会谈。他告诉军方，立马就可以着手开始重新武装德国的工作，并且许诺海军上将埃里希·雷德尔，他希望立即重新组建一支全新的海军。当时也在会谈现场的另外一位陆军将领维尔纳·冯·伯罗姆堡，在1月30日希特勒就任总理的当天就已经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并且匆忙上任了。如果说这只是一些看不见摸不着华而不实的口头承诺，那接下来希特勒则是给军官团送去了一些实实在在的礼。不久之后，他又颁布了一项法令，废止了民事法庭对于军人的管辖权，并且取消了士兵的选举代表制。这看起来似乎同样也是一些华而不实的操作，但实际上则是对军队赤裸裸的贿赂。因为让军人自己管自己，就等于彻底恢复了军官团历史悠久的军事特权。那这个时候，军方已经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拥抱这一位独裁的总理了。对于日益壮大的冲锋队，这的确是个需要警惕的问题。只不过现在还不是去处理他们的时候，因为冲锋队的人数是国防军的20倍。在希特勒完全掌握军队之前，对军方来说，冲锋队好歹都是个震慑。至于其他势力的反扑，现在希特勒手握授权法，那要对付他们就已经变得比吃饭还要简单了。再宣布一项法律就是。于是在7月14日，另一项新的法令出台，规定纳粹党是德国唯一的合法政党。另外组建新政党的人，一经发现没有其他罪行的，则一律判处3年徒刑；有其他罪行的，则另外累加。希特勒许诺给军队的重新武装德国，看起来就相对要难办一些。毕竟毫无理由的公然撕毁凡尔赛合约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转机也很快就出现了。希特勒刚想打瞌睡，就有人给送来了枕头，而且这个人还是美国总统罗斯福。1933年5月16日，罗斯福给44个国家的元首发出了一封倡议信，概述了美国在裁军以及和平方面的计划和希望，呼吁各国大家一起废除一切进攻性的武器。希特勒几乎是第一个响应罗斯福呼吁的人，并且加以充分的利用。第2天，希特勒就在国会发表了和平演说，表示对罗斯福总统的建议，德国人民热烈欢迎，并且十分感谢。德国政府也非常赞成这个克服国际危机的办法。他称赞罗斯福总统的建议是一件值得令人高兴的事情。Deutschland hat abgerüstet. Es hat alle in dem Friedensvertrag auferlegten Verpflichtungen weit über die Grenzen jeder Billigkeit, ja jeder Vernunft hinaus erfüllt. 西方世界的其他国家被希特勒这突如其来对和平的爱好弄得有些不知所措，以至于几乎都异口同声地对希特勒这出乎意料的讲道理表示庆贺以及欢迎。但是没人注意到希特勒绵里藏针的一句警告。在演讲里他也说了，德国要求跟其他所有国家享有平等待遇，特别是在军备方面，如果不能享有平等待遇，德国宁可退出裁军会议以及国际联盟。这也为日后希特勒逐步撕毁凡尔赛合约奠定了一个基础。紧接着，希特勒就不得不着手处理已经越来越庞大而且越来越不听话的冲锋队了，因为他们跟国防军之间的冲突也越来越频繁。坦白讲，冲锋队的队长恩斯特罗姆，如果他有哪怕希特勒1/3的脑子，也不会落得最后被枪决的下场。他如果有日后党卫队队长希姆莱哪怕一半的脑子，最后也不会有希姆莱什么事了，因为他毕竟手握着人数是20几倍于国防军的冲锋队。但很可惜，这个人就是个纯纯的莽夫。其实自打最开始，罗姆就是希特勒最亲密的战友，甚至可以说没有之一，因为罗姆是跟希特勒一同起家的人，只不过他俩在意识形态上有比较严重的分歧。希特勒口中的社会主义，那就真的只是口中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为了夺取政权的口号和工具。那现在既然政权已经夺到了，那这种口号已经无所谓了。况且他也真的需要仰仗企业家、大财团、容克地主以及旧贵族。如果你真的去搞社会主义，去抢夺他们的财产，那他们调转枪头来跟你对着干也招架不住。但罗姆就不同，他偏执地认为他们的党是真的要搞社会主义的。这一点就跟之前的纳粹党2号人物施特拉塞有一些相似。
又或者罗姆也不信仰社会主义，他只是觉得社会主义是一种非常好的噱头，让他可以大肆敛财。作为冲锋队长，罗姆经常纵容冲锋队巧取豪夺资产阶级，以至于希特勒不得不多次下令要约束冲锋队。而且当家的不闹事儿，现在已经拿到政权了，就希望国家稳定。但是这个罗姆偏偏要搞一个所谓的第二次革命，希特勒都气疯了。革命都是针对当权者，现在他已经是总理了，罗姆要搞第二次革命，这是要革谁的命？以至于希特勒不得不在对冲锋队的训话当中多次明确地说，对于任何企图搞第二次革命之类破坏现有秩序的企图，都将予以不留情面的镇压。Bei Diktaten wirken wir nicht mit. Sie mögen ein Diktat als Diktat uns aufoktroyieren. 如果说这一切还不足以断送希特勒跟罗姆之间牢固的战斗友谊的话，那罗姆意图染指军队，就让希特勒彻底放弃了对他的最后一丝幻想。罗姆愚蠢地给政府建议，要以冲锋队为基础建立一支新的人民军，然后把国防军、党卫队等一切军事团体都放在一起，由一个单一的国防部来领导。很明显是由他来担任这个国防部的部长。这样一来，军方就跟他彻底撕破了脸，而希特勒也必须要在军官团和罗姆之间做一个选择。那结果是显而易见的。1934年6月30日，血腥的长刀之夜，希特勒不仅选择了军方，还把他最亲密的战友当作递交给军官团的投名状。希特勒派党卫队的西奥多·艾克带着一把波浪形手枪，告诉罗姆，限10分钟之内自裁，或者由他来执行。要不然说这个罗姆是个十足没脑子的人呢，都已经这个时候了，他还觉得自己是功勋卓著的纳粹元老，领袖的亲密战友。他告诉艾克，如果要杀我，让阿道夫自己来。我如果是希特勒，我都恨不得对罗姆说，你要蠢就蠢你自己的，不要把弱智传染给我。希特勒如果不想杀罗姆，他就自己来找罗姆谈了，怎么会派艾克来当监斩官？最终罗姆被枪决，一起被处决的到底有多少人，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定论。德国的流亡者说，在长刀之夜总共有401人被杀。到了1957年的慕尼黑审判当中，提出的数字是1000多人。但是希特勒在当时，也就是1934年7月13日，国会发言当中宣布，总共有61人被枪决，其中包括众多的冲锋队高级领袖。不管怎么说，希特勒巧妙地利用了长刀之夜，给自己达成了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方面处理掉很多不听话的人以及知道很多内幕的人，另一方面他借此机会宣布冲锋队无恶不作，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动荡，所以才不得不干脆利落地处理掉，给自己赢得声望的同时，又让军方非常的舒心，以至于老总统辛登堡都对希特勒表示感谢，赞扬他的这次行动是让德国人民免于大灾难的坚决行动。冲锋队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是希特勒不能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这个时候，当年重新组建的党卫队就及时顶上了。希特勒宣布，在镇压冲锋队的叛乱当中，党卫队的功劳最大，所以脱离冲锋队独立，由海因里希·希姆莱领导，只听命于希特勒一个人。没用多少时间，党卫队在希姆莱的领导下就发展成了希特勒最为放心的一股力量，成了整个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德战区最恐怖的存在。他们不仅吞并了之前的冲锋队，后来在党卫队里又新组建了秘密警察，就是那个名号如雷贯耳的盖世太保。在这儿呢，不得不说个题外话，就是秘密警察的中文翻译。秘密警察的全称叫秘密国家警察，德语叫 Geheimnis das Polizei， 缩写为 Gestapo。盖世太保是中文直接音译过来的，但这个翻译实在是精妙绝伦到了不可名状。去查百科的词条，秘密国家警察或者德国秘密警察，中文的词条直接给的就是盖世太保。之所以这个音译可以直接代替原本德文的意思，是因为盖世太保这几个字恰如其分地展现出了这帮人无恶不作的匪气、只手遮天的霸气以及混世魔王的脾气。某种程度上来说啊，在中文的语境里，盖世太保比秘密警察更能体现出这帮人的特质。作为一个说中文的人，我甚至都不需要知道这帮人是干嘛的，只要一听到盖世太保这几个字，我就知道这伙人绝对不好惹，绝对不是什么善茬，绝对心狠手辣。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绝大多数惨绝人寰、臭名昭著的案件都是出自于盖世太保之手。另一方面，看着这个国家好像已经慢慢的走上了正轨，87岁的老总统也算是放心了。1934年8月2日上午9点，希登堡逝世。希特勒随后就用授权法让自己兼任了德国总统。虽然这个操作现在已经不违法了，但是观感确实不怎么样。而且对于是否会引起人民的不满，希特勒心里也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过已故的老总统还给希特勒留了一份大礼。他的儿子奥斯卡·冯·希登堡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的时候，告诉全国人民，他的父亲希登堡总统把阿道夫·希特勒视为国家元首的直接继承人。根据他父亲的遗愿，他呼吁全国同胞投票赞成把总统的职务也直接移交给希特勒。那这样一来希特勒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德国的国家元首。虽然有了已故老总统一命的授权，但是对于人民是否真的认同，他也并不敢十分的肯定。为了检测民意，希特勒大义凛然地发起了一项公投，就是废除国家的总统和总理，并且把总统和总理的权力全都集中给国家元首。他之所以敢这么大义凛然，那是因为这个时候的希特勒已经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起或者废止任何东西了。出乎意料的是，有90%以上的德国人民投了赞成票，所以希特勒在接受外国媒体访问的时候说这真是好极了。对他来说，的确是从17岁开始浪荡在维也纳街头，到如今坐在了德国国家元首的位置上。他45岁，哪怕时至今日，有很多人对希特勒掌控德国都颇有微词，认为他用了很多见不得人的手段，非常的下三滥。没错他在处理他政敌的时候从来不心慈手软，用了很多阴险残酷的方式，但不可否认的是，他都是通过合法的途径获取的权利。很多人的观点认为根源是在一战，别的不说，光是一战的赔款，德国就一直赔付到了2010年，历代德国人的荣光都被夺走丢弃掉，再碰上了百年不遇的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被一同夺走的还有德国人口袋里原本就所剩无几的马克。所以有个不可忽略也必须要反思的事实就是，大部分的德国人民其实是支持希特勒的。起初他也并没有让支持他的德国人民失望。希特勒上台3年，失业人口从之前的600万以上下降到了100万以下， GDP 增加了 102%， 国民收入增加了1倍。与此同时，希特勒还认为每一个德国家庭都应该拥有一辆自己的小汽车，一辆德国人民自己就可以买得起的小汽车，所以成立了一家汽车公司，直到今天都稳居世界前3，就是 Volkswagen 大众汽车，或者叫福斯汽车，直接翻译过来就是人民的汽车。他们生产的一款车型时至今日都受到全球的追捧，叫做甲壳虫。而这款车的起源就是希特勒给德国人民的承诺，售价不超过1000马克，以至于当时有句口号，你想买辆小汽车吗？那就每个星期都存5马克吧。安定好了国内，希特勒就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整个欧洲。